就首先我觉得满有几个意思吧，比如说满足、圆满、满意，然后满还有充实的那个满，因为确实从这一年开始，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工作有了质的改变。首先我是找到了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拍《封神》的那段时间，包括等待《封神》上映的时间，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男孩和男人中间那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很强的目标感的。没有这一档的事儿，我不太确定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我可能会分散发展，因为每一项事情，说实话都能让我快乐。有一项事情能够让我赚钱，当然也好。但是确实是拍了《封神》之后，我一是真的喜欢上了表演，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说我是有成就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天上有2只大鸟，一只是代表稀奇的凤鸟，一只是秃了毛的大雕。这2只鸟在打架，我在下面看着可着急了。就是现在确实工作很多，然后休息的时间有点少，但是我是 OK 的，我是非常享受工作的。就是我觉得我每天工作的时候不白过，对，我也有休息，我前2天休息了2天，对，但是我也没有出门，我还是在房间里待着。休息的时候也那样，没有觉得非常放松。累有的时候确实累归累，就是情绪上。偶尔，比如说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会，比如一天开始工作了，会情绪有点低落啊，不管是没睡醒也好，还是干嘛。但是这一整天如果工作下来，因为每一次，比如说不管是拍照也好啊，还是录一些视频啊、采访，结束之后你都会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啊，看看今天的工作的成果怎么样。工作成果好的话，我就挺开心的。这东西就是有得有失嘛。我原来每天在发展爱好的时候，但是我的工作上没有任何进展，我那个时候也非常的焦虑啊，就觉得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工作，那会儿会这样想。我觉得人不能太拧巴，就是你要认清。从这一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经历了一次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差点丢掉了我的性命。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可能就冥冥中有一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觉。划那个独舟，去一个荒岛，突然间一个大浪把我拍到了一堆礁石上，就是大浪一直打过我，那个最后涨潮，黑天越来越高，差点把我拍晕了。如果我晕了的话，可能再见了。我也感谢拍在了礁石上，如果顺着浪过把我冲走了，我可能泰坦尼克了，就是飘在那冻死了，我就困在那个岛上。其实最要命的是天黑了，我已经过电影了，我当时，然后后来真的有人就越过了那个山，越过了一整个山救援队。我听见声音的时候，我脚全破了，我当时光着脚，礁石像钉子一样，我脚全都是血。我那一刻，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活着有多么重要。也是，其实从那一刻，我开始真的对生死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包括，因为那段时间还不知道《封神》到底能不能上，我的电影能不能上，我的长空也经历过突然间停档。我真的从那一刻，我其实整个人有点觉醒的感觉，仿佛一棒子把我敲醒了，就说这些好像就像老天爷告诉我，你经历的这些所有磨难根本不算什么。所谓你的事业上、工作上那些在我看来那些都好小了，所有的事情，我突然想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我整个人打开了。那一次虽然很惊险，但是我觉得在生命中我也感谢那一次经历，对，这是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再想想，你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所以其他的来说，就是像感恩就好了。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有起色了，就是感谢啊。对。
我不担心，因为，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说实话，有点像意外之财，你知道吧？就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对我来说，我之前就是觉得把这个封神上了之后，或者哪怕长空那会儿，我就是想，终于有作品上了。这个在业内，不管是制片人也好，还是一些导演能看见，哎，我就挺满足的了。这是我的初心，我就是想能够有更多的剧本、更多的项目来找我，然后我能够把我憋了这么多年的这股想要表演也塑造角色这股劲儿给释放出去。作为演员吧，你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其实观众一定会看得见，观众一定会被你吸引。我觉得它的最开始的源头是不会变的。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因为我如果现在跟您采访几下，或者是别人看见我一些照片啊，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还不错，或者说话挺好听的，就是因为这些喜欢上我，其实本身就不会太长久。我坦白说，因为这个世界上长得帅的男孩，声音好的男孩，或者太多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有才华的人都有很多，只有你不断有好的作品，你才会一直维持住你的观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后就好好拍戏。如果说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有一些人离我远去，我真的坦然接受。你如果只图表的话，新鲜感，你一定会看腻。比如说看一个人的外表，一定会腻的。但是永远不变内核，比如说才华，或者是说你的见识、谈吐，我觉得这些会比较重要。这一切都离不开内心，就是你有没有这份心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想，你有没有这份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对于我来说，我这份心，我只是想做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光鲜亮丽的出现在大家面前，让所有的人为我尖叫，那是一种。但是，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凤鸟被打败。正在着急的时候，殷寿突然出现了。他在剑囊里果断地拔出了一支箭，一箭就射下了那只秃毛的大雕。那只鸟好大，掉在地上，地都砸出了个大坑。殷寿走到我面前，沉稳地对我说：“你也可以的。我和你一样。”突然，我的梦醒了，我这梦还没做够呢。